当一个人灵魂越来越高级的时候，他就会心安理得地享受孤独。一个人工作，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不是因为他看不起谁，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更不是刻意的特立独行，而是因为在经历过、感受过、反思过之后，他理解了非常简单的这句话：孤独其实是人间常态，独处，这是我们面对人生最好的姿态。我昨天的视频分享了我的作息，我现在已经主动地断掉了大部分的社交行为，甚至没有什么所谓的有效社交或者无效社交。我主动接受孤独，并且乐在其中。面对孤独，每个人都会经历3个阶段从忍受到习惯，最后到主动的接受和选择。年少的时候，我们害怕孤独，但又不得不面对；我们渴望交流，但幼稚又笨拙。成年以后，我们被迫接受了太多的社交，但同时我们又发现，那不过是一群孤独的狂欢而已。成熟以后，我们终于学会主动选择孤独，开始享受一个人品味人生，沉淀自我。所以我不会觉得孤独有多可怕。开始享受人生，开始享受孤独，其实是一个人成熟的必经之路。就像马尔克斯说过的，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是成长。享受孤独是真正的人间清醒。很喜欢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里的这段话：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友人，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真正清醒的人不再赶赴一场又一场的热闹，他们懂得自己把自己安顿好，平静地面对奖赏，礼貌地面对退场，不再需要假借于外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归属，更不需要靠别人的情绪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和焦虑。独处中，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自我。你会一瞬间恍然大悟，所谓的人生无异于黄粱一梦，与其向外求，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不如趁时间不注意，在孤独中好好的爱自己。享受人生，享受孤独，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丰盛。作家马伯庸说，孤寂的时光就是他思想的王国，在这里他演绎出无数个故事，无数种人生。灵魂丰盈的人，人间不过是寄身。当你一旦享受过精神世界的快乐，物质欲望带来的满足就开始变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康德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格尼斯堡，刘慈欣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只生活在娘子关。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离群所居，生活在一方小天地里，没有朋友，但他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花鸟虫鱼为友，与明月清影相伴。目之所及皆可是风景，心之所想都能是远方。所谓独处一室清欢事，未必旁人尽相知。这样的孤独换来了生命的风筝。享受孤独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去贵存真。还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学过的那部《桃花源记》吗？生活在那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问世事，没有争斗，鸡犬相闻。羡慕吗？向往吗？那不就是我们所谓的奋斗所追求的安定和理想？反观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快了，太忙，欲望在催着我们追求更多，攀比在抽着我们追求更好。你有没有停下来认真的想过，我们的一生无非就是在得不到的焦虑和得到之后的空虚之间无限循环。因为害怕孤独，所以走向繁华，再因为厌倦了繁华而回归孤独，这就是生命的本质。诗人海子只活了25年，
但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却让他获得了永生。生命的意义不能用长度来衡量，而是用宽度、厚度和高度来体现。当你开始不再为了讨好他人而点头哈腰，不再为了得到偏爱而委屈自己，不因一时的得失而苦闷，不因别人的言语而烦恼，恭喜你，你成功地完成了生命的回归，在孤独中诞生出了那个真实的自己，开始让你的人生去味存真。周国平曾经说，世界是我的食物，人只用少量的时间进食，大部分时间不再消化，独处就是我在消化这个世界。不合群只是表面上的孤独，合群了那才是内心的孤独。说到底，哪有什么真正的孤独，只是你不懂得享受而已。放下疲惫，徜徉于独处，跟自己的灵魂对话。往事如风，未来如梦。